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3次，每次都是舞鞋出现。我穿过一片金子般的树林，愉快地起舞，直至天明。紧接着，仆人们一批一批地消失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然后书上就会多出一些字，像是在记录我梦中的经历。内容会发生变化。公主殿下，你是从哪位收藏家手里买到的？在爱锁门街，一个绰号叫地鼠的人。我还是看一下这本书吧。啊，我来。我怀疑乔治亚娜的真实目的，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？得了吧，我又不是什么万人迷。他一定是想对你这样，然后再那样。可恶！那根本就是你在想的事吧？你好，去爱锁门街，怀疑的话去看看不就好了？发什么呆？要我扶你上车吗？怎么？你最近好主动啊，加兰大人。先生，别理他，请走吧。这么破败的街道，人员又杂乱。是啊，那位文雅的公主常常光顾这里。122号，我们到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还卖钓竿？钓线是马鬃做的，鱼竿上的标牌是已经停产的牌子。这个钓竿有一定年代了。什么？现在是该办正事的时候。老板，橱窗里的鱼竿打包送到布里街。我都说了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好，请问是地鼠先生吗？我们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这里。我对你们这里出售的古董书籍很有兴趣。你什么时候？趁你转身出店门的时候，我就和那个地瓜说了。他叫做地鼠。你这里所有这样的鱼竿都打包送到我说的地址去。虽然嘴上说不要，实际上很喜欢吧？才没有呢，一点也没有。可惜今天毫无收获。这些东西不知道转了几手，找不到最初的卖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还损失了一笔钱。愧疚的话，就亲我一口作为补偿啊。你少油嘴滑舌了。难道你这几天还没？接着说呀，干嘛停下来？你这样红着脸，让人更想去欺负了。你，在写什么？那本书的目录我都背下来了。怪不得会让乔治亚娜念念不忘呢。这么聪明的加兰大人。如果你这么闲，就去把你的猫抓坏的窗帘补一下。买一个新的不行吗？不，我就要原来的。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童话书目录。我记得第4章的字迹颜色比别的章节新很多。那本书后面多出来的内容与公主的梦是同步的。穿过一片金子做的树林，去和王子跳舞。这本书希望高贵的公主成为自己的主角。这书的眼光还真差。这不是问题所在吧？波尔金家族的血管里除了血液外，还流淌着一些傲慢、偏执和疯狂。乔治亚娜的话有撒谎的可能性，你不能100%把她的话当真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厄菲阿尔特吗？那个我只在资料中见过，长着8个脸、鸟翼的，可以让人在睡梦中窒息而死的妖怪。那只是传统资料上的内容，实际上是让人在梦淫的快乐中死去。或许这本书也是类似的情况。你怎么总是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事？按照公主的说法，在她身边的仆人都被这本书吞噬了。可是这是她编织梦境的力量来源吧？当务之急，我们得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行。你想跟着她进入书里去？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？可是这也太反正你也会和我一起去的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可是我的……什么？收拾收拾，明天出发吧。哼，迟早要你亲口对我说出来。因为那个鞋子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，我们得一直看着你。你们打算和我一起进去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但是如果你们和那些仆人一样一起消失呢？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范围了。好凶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你没看到他光打雷不下雨吗？公主的生活还真是无聊，你们的贵族每天就干这些事吗？我才不是这种废物。2位，共进晚餐吧。根据之前鞋子出现的频率，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。很抱歉，在鞋子出现之前，我们可能要一直待在这里。这也是我乐意的事，我很开心能和加兰先生待在一起呢。有你的保护，我很放心。麻烦让一让。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，我们来这里是来办事的，
可不是让你来揩油的。今天吵多少次了？正是需要保护，才会靠近可靠的人呢。别吵，蝎子出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除了你压到我了。霍夫，你起来。对于这本书来说，你可是大部啊，加兰大人。公主呢？大概是到他那个权势王子的第4页去了。我们可能和他不在同一个章节。你怎么不看好他？这种情况下，我当然是要抓住你了。在这里呀，和我来，我亲爱的孩子。孩子是对着黑泽尔说的。我先和他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跑。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知道你喜欢那条漂亮的围裙。如果不按剧情来，一点也不喜欢。我亲爱的孩子，看样子不顺这个故事的剧情演下去，去，他就会一直这么重复说下去。没错，听好了，今天深夜我会拿着斧头把他的头砍下来。你睡觉的时候往里缩，然后把他往外推。好，好，好。能听到他们的谈话。我们现在是在挚爱罗兰的章节里，邪恶的继母女巫和她的亲生女儿为了得到妓女手中的围裙，商量半夜害死妓女的计划。善良的妓女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她把坏女儿推到床边，继母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头颅。现在我是故事中拥有围裙的善良女儿，黑泽尔则是那个和继母商量杀我的坏女儿。这本书是故意的吧？他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早出来了，不是说在这里好好待着吗？我们必须沿着故事的走向，不然故事就会一直重复进行。按现在的剧情，他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，我们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啊，一个围裙，也许就和那个鞋子一样，是展开故事的关键。难道是要你穿上它吗？一定还有别的线索。如果能遇到被困者，救出他们的话更好。果然，这里有很多前辈。我要去斯诺斯一趟，大概要1周的时间。其他成员的安排呢？大部分都在任务中。尼尔呢？他还在资料库整理资料。我听说副队收到了公主的邀请。副队他们早上报备后已经过去了。那个任务，他们2个人就去了。副队说可以解决。算了，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。如果他们3天还没有消息，就派更多的人过去支援。是。夜深了，夜深了。邪恶的女巫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脑袋。天空的字又出现了。这里的一切撕开都是纸做的。我们用床单包裹住了人类的骷髅，滴了几滴自己的血，蒙混了过去。这本书也太不严谨了。可这样也算顺应了这本书的意愿，按照他所希望的剧情走下去。我想想后续，女孩从床上爬起来，去找她的爱人罗兰。女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罗兰，求助于他。罗兰给爱人出主意，你要把女巫那个魔杖拿过来，不然她会用魔法追我们。我们就先去找罗兰，再寻找破坏剧情的机会。说话归说话，手为什么要一直握着？当然是防止之前一样。那也不用这样十指相扣吧？我一扭头你就消失了。啊，我的人呢？他来到一片沼泽地，他不想弄脏自己的鞋袜。是因为那个妓女的角色不在，把我扔出来了。我要把这本破书撕成碎片。黑泽尔，亲爱的，这个称呼难道是女孩的爱人罗兰？劫后余生，女孩希望得到爱人罗兰的抚慰，她的双唇在女孩娇美的脸庞上抹上嫣红。接下来不是该给我出拿走魔杖的主意吗？怎么和原本的剧情不一样？他们交织在一起。这不是童话故事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情节？来真的！殴打书中的角色会算破坏规则吗？会不会造成某些无法预料的后？我的爱人。这个人的脸是一层层的纸，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了。就算是再帅的人和我跳舞也坚持不住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接下来只要闭上眼睡一觉，就能回到现实。怎么还在丛林里？
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，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。那个故事是，有个性格恶劣、傲慢的少女，她的母亲辛苦烤了面包，让少女送给她的祖母。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，她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，她把面包放在地上，打算踩着面包走过去。可是她刚踩上去，整个人就跟着面包一起陷入沼泽中。女孩坠入黑暗的深渊，饥饿的痛苦侵蚀着她，她的灵魂和身体变得千疮百孔。在痛苦中，她深深懊悔，她祈祷能得到救赎。随后，一束光穿透深渊，射在她身上，她化作一只鸟儿，飞出了深渊。总之，就是不要浪费粮食的故事。不能吃异界食物，否则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。这基本是各个异界不成文的规矩。女孩随着面包沉下去，地下的恶魔用绳索缠绕着她的情色故事了，偏偏不听你的。你来了，孩子。这么多面包，得来多少次？我才没时间进行这啰里吧嗦的故事呢。出口在。难道你也是外界的人？把我刚做好的又面包变成刚交给你祖母才的样子。了。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他在看壁炉，那里有什么东西？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如果让他知道我见色不救，又要生气了。来吧，动不了了。相信你跟我一样迫不及待，我会给你这是反抗书中剧情的后果难吗？忘的夜晚。怎么办？一定会有办法。疼痛好像能找回一点知觉。有用，他好像不动了。我美丽的爱人，再咬，舌头都要掉了。还在动。你怎么样？这血是怎么回事？大概是太着急了，都是我自己咬的。我发现这样能换回一些身体的知觉。你在对不能动的人做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！啊！哇哦，怎么门外都是人呢？都是替你救出来的。等出去之后，好好想想该怎么感谢我吧。后面那几个，盖了1个月糖果房子的，烤了1年面包的，和那个大脸女巫，他们待得太久，样貌都被书改变了。你干了这么多事啊？谁让你当着我的面变成面包了？又不是我要变的。你现在动不了。可是为什么你能动？谁知道呢？这里的规则对我无效。到下一个故事，这本书对你的控制应该就会失效。这个故事没有角色存在了。这里穿越的出口是在床底下。床底？这个地点还真是随便。等等。啥？该走了。我真是受够了，赶紧跳！你们随意，别再变成面包了。你怎么才来？开个玩笑，公主，尽情的跳舞不好吗？我还以为被你这本破书耍了呢。怎么可能，公主殿下，我们可是有契约在身的。我依靠您带来更多的养分，为此不惜破坏书中的剧情，甚至让危险的人物进入书里。他们总粘在一起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最好牢记我们的约定。等等，我能动了，快放我下来。怎么样？我很好。真的好了吗？怎么手指看起来还是软趴趴的，胳膊也是软趴趴，要不还是抱着吧。都说了已经好了。试试你是不是在逞强。疼死了！你们刚才就是从这里来回穿梭的？没错，
这些蛛网一样的东西连着各个故事的通道。可是这么多个，我们看到目录只有几个小故事。或许有什么隐藏篇章，人类进去其中才能让他的故事生效。上面是什么东西？不用害怕，看样子他们对我们不感兴趣。我们尽量小声，不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请跟紧我们。好。连书中的书尸都养这么大了。12个公主，就是这里了。走吧。大战长，其他潦草的故事那么简陋，这个故事明显不同。甚至肉眼已经分辨不出来，这些是不是外来的人。手好痛。忍一忍吧，万一你又背着我变成面包了呢？那是我要变的吗？盖着衣服，有种自欺欺人的感觉。不过，真不可思议。怎么了？你不停地往后看那些人，是不敢相信我救了那些人吗？人也是多面性的嘛。做得很好。国王宣布，如果有人找到公主去了哪里，就可以娶公主并且继位，但如果没有查清楚，就会被处死。这些人是书中的角色，还是从现实世界来的？你们也会去找公主吗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放着这么快乐的日子不过。什么意思？他这算自愿留在书里。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是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找到公主的人。如果寻找失败了，那一定是死路一条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还不如留在这里？那些人不是也在这里过得很好吗？我们需要对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，比如它原本的主人是谁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他有12个貌美如花的公主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国王发现公主们的鞋子都磨破了。国王想知道她们去了哪里，国王就发布了全国通告，寻找可以找到公主的人，开出了丰厚的奖励。故事还是那样的故事，但这些表面的和谐平静，一定是通过一定的代价获取的。管他呢，不管怎样，先休息才能应对明天的事。你这个样子，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我需要你的保护啊，夏兰大人。这么危险的环境，我要抱着你才能睡着。我看是你比较危险。被子也是纸，短期内我可不想看到这种东西了。你又不是来度假的，这里也不是真的童话小屋。今天和他们的谈话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好像来这里快要1年的时间了。1年之前，我还在皇家专供的面包工坊做工，我烤的黄油面包又香又软，很受欢迎呢。这种单调的款式在贵族中早就不流行了，吃黄油牛角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而且那个工坊后来倒闭了。正是这样。你们服务的大部分是哪些贵族？那可太多了，面包几乎所有人都在订，经常是供不应求的。哦，对了，当初我过去的时候，阿卜杜勒、班克罗夫特、马奥尼他们在举办一场聚会。但是据我所知，阿卜杜勒伯爵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吧？没错，